怎么回事？那么恐怖的天雷竟然就这样消散了。人们举目观望，目不转睛地看着天空，却是一脸的茫然与不解。这应该不是有人突破吧？至少从未见过有人突破能引起如此恐怖的天雷。有人说道，这也未必，也许是有高人在此处闭关，所以才引发了这样的异象呢。可是若真是有人成功突破，那天雷一定会落下。怎么那天雷并未成功落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突破的人最终失败了。对于此事，众人猜测纷纷，有人认定那是浩劫，只是不知有何原因却又消散了，也有人认定那就是有天级血脉者在突破修为，但是后者也坚定地认为是那个天级血脉者突破修为失败了，所以才导致那天雷并未成功落下。这种猜测与争论持续了好久，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他们来到此处的目的了。他们的彼此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那恐怖的天雷的事情。至于这场狩猎，人们似乎已经不再那么关心。然而在众人讨论许久也没有个结果之际，那狩猎场内的楚风却已经睁开了眼眸。此刻楚风的脸上挂满了兴奋之色，就连气息也变了。楚风他已经成功突破，成为了2品真仙，厉害啊，竟然成功突破了。先前的神雷可是有些恐怖，但是你这一次雷霆消散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一些，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因为你此次领悟的修武之道比较厉害，所以才导致连承受神雷的时间都变短了？淡淡好奇地问道。虽然女王大人一直在界灵空间内，但是先前9色神雷四处奔腾，疯狂地袭击着楚风，声势浩荡，异常骇人。女王大人也是感受到了此次神雷的厉害，只是这次神雷来的也快，消失的也快，所以才让女王大人很是不解。不会，我这次领悟的修武之道连成功突破的把握都没有。楚风自己其实也很是不解，难道是突破到真仙境后的缘故？女王大人猜测着。我倒是觉得关系不大。楚风摇了摇头，总不是与这个狩猎场有关系吧？女王大人说道。怎么可能？楚风笑着摇了摇头，有什么不可能的？万一这狩猎场不仅是一个狩猎的独立空间，其实还是一个能够阻挡自伐玄功的宝贝，就像是黎月儿的那把伞一样。但其实这个狩猎场可比那把伞厉害多了。女王大人笑嘻嘻地说道，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是她这话却明显是开玩笑的。她可并不觉得这个狩猎场会有那样的本事。这一次的确不同寻常，神雷的力量很强，但是消失得很快。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待我突破到3品真仙的时候，自然就会知晓了。楚风说道。此刻的楚风内心已然不是欣喜，而是狂喜。这次尝试突破，他根本就没有把握，但是居然成功了。虽然这次成功的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寻常，可是终归还是成功了。2品真仙的修为，再加上楚风掌握的诸多手段，楚风已经有了能够与楚宪硕一战的实力。的确，不管怎么样，你想要的效果一定达到了。想必此刻的狩猎场外，所有人都在猜想，究竟是何人突破，才引起了那样的天雷吧？女王大人笑嘻嘻地说道。听得女王大人这样一说，楚风脸上的笑容也是越来越浓。然而他们2人却并不知道，虽然天上的确出现了神雷，可是在外人来看，那道神雷并没有成功的劈落而下，所以自然而然的，外面的人也就不知道，在这狩猎场内，其实有一位天级血脉者成功的突破了修为。终于到了狩猎场的第10日，久坐于观看台上的楚宪硕终于站起身来。快看，楚宪硕少爷站了起来，莫非他是进入狩猎场了吗？本来人们还在讨论那忽然消失的天雷，但是当楚宪硕站起身后，人们便将所有目光都投在了楚宪硕的身上。宪硕兄，你可千万不要让我们失望啊！此刻仙冰山庄的小辈们也是随之起身，对楚宪硕说道，放心，只要我进入那狩猎场，那狩猎场的第1名就一定是我的。楚宪硕的脸上挂着满满的自信之色。楚宪硕小友，此次狩猎不同往年，其中很是凶险，你可千万小心。仙冰山庄那位身穿黑袍，留着火红色长发的老者淡淡的说道。虽然他嘴上叫楚宪硕小心，但实际上更像是一种警告，警告楚宪硕不要太过自信，否则可是要吃亏的。是你们准备的那个惊喜吗？看来不只是惊喜，还是凶险。楚宪硕说道。呵呵呵，老者淡淡的笑着，却并未回答什么。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再凶险的惊喜，我楚宪硕也能够拿得到。楚宪硕很是自信的说道。这个惊喜你是拿不到了。然而就在此刻，一位同样身穿黑袍，留着一头白色长发的老者却是踏空而来，拜见庄主大人。见到这位白发老者，仙冰山庄的所有人都是赶忙施以大礼，就连那位红发老者也不例外，因为这位白发老者便是仙冰山庄的庄主。庄主，您此次闭关成功了。那红发老者一脸欣喜地问道。其实他已经感受到了这位庄主的气息变化，他只是还想再确认一番。此次闭关半年之久，终于成功了。仙冰山庄庄主淡淡的笑道，虽然笑得很淡，可从他的眼中却也能够看出，成功突破，他是非常的高兴的。毕竟到他这种境界，想要突破1重修为实在太难，他失败过很多次，这一次的成功可谓是得来不易。恭喜庄主大人！这一刻，仙冰山庄的众人纷纷恭贺庄主修为提升，这对于整个仙冰山庄来说都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他们自然也是为之狂喜。甚至得知庄主成功突破之后，整个仙冰山庄都炸开了锅，就连那些非仙冰山庄的人也在议论纷纷。他们都知道仙冰山庄的地位怕是又要提升了。然而就在众人狂喜之际，那位红发老者却又忽然注意到了仙冰山庄庄主手上的水晶球。这个水晶球为银白色，光芒闪闪，其中风云变幻，仿佛蕴含着一个世界。庄主大人，您先前为何说楚宪硕小友他拿不到那个惊喜？红发老者问道。因为他很清楚，那个水晶球可不是寻常的水晶球，
这水晶球连接着狩猎场，并且它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做镜珠。这镜珠能够清晰地看到狩猎场内的情况。而仙冰山庄庄主既然这样说，那很显然他已经看过了这镜珠，并且通过这镜珠了解了狩猎场内现在的情况。而这个情况很可能是对楚宪硕不利的。你猜对了，我已经看过了这个镜珠，而我亲自准备的这个惊喜已经被人拿到了。仙冰山庄庄主说道。拿到了？竟然有人拿到了？是何人？他是怎么做到的？是啊，庄主大人，究竟是何人，竟有如此本领？这一刻，仙冰山庄的诸多长老都是一脸好奇地追问起来。他们都知道那个惊喜是什么，那就是那只界灵兽，所以他们也都知道那只界灵兽有多难对付。而只要有人能够击败那只界灵兽，那也就等于可以获得这场狩猎比试的第1名。我也是刚刚才出关，所以没能看到他是如何击败那只界灵兽的，但从其他人的谈论中，我得知这是一个叫做楚风的年轻人做的。仙冰山庄庄主说道。楚风，莫非也是楚氏天族之人？此刻红发老者问道。同时在场的其他人眼中也都绽放出了特殊的目光。通过仙冰山庄庄主以及红发老者的对话，人们都听得出来，能够击败那只界灵兽，获得那所谓惊喜者，绝对是非凡之辈。倘若这个楚风也是楚氏天族之人，那么显然今年楚氏天族的小辈中又出现了一位不得了的存在。非也。仙冰山庄庄主摇了摇头，并且将目光投向了楚宪硕道。楚宪硕小友，看来这一次你是遇到对手了。而此刻楚宪硕的脸色有些不好看，随后他手掌探出，掌心之中竟然光芒大盛，那是仙级结界之力，并且还是蛇纹级。蛇纹级仙袍界灵师楚宪硕少爷果然撩的。看到楚宪硕所散发的结界之力，围观之人赞不绝口。而楚宪硕对于那些夸赞他的人却是不予理会，他所散发的结界之力顺着他的掌心流动，很快化作一座阵法。而这座阵法勾勒出了一幅画像，这个画像正是楚风。仙冰庄主，你说的这个楚风可是这个模样？楚宪硕对仙冰庄主问道。正是此人。莫非楚宪硕少爷认识他？仙冰庄主问道。此刻楚宪硕先是一声冷笑，这才说道。认得，我自然认得。此人先前对我不敬，被我打得如狗一般，跪在地上向我求饶，我心地仁慈，放他一马。想不到他竟敢如此放肆，在狩猎场内凭借结界之力找我楚氏天族的麻烦，我看他真是活腻了。楚宪硕咬牙切齿地说道。而听得楚宪硕此话，围观之人也是纷纷震惊，他们都没有想到那个叫楚风的人不仅不是楚氏天族的人，竟然与楚宪硕还有这么大的过节，暗自里都替楚风捏了一把冷汗。毕竟得罪了楚氏天族的人可都是要倒大霉的。楚宪硕小友，你又没有通过镜珠看到狩猎场内的情况，你怎么就知道那楚风找了你楚氏天族小辈的麻烦呢？仙冰庄主问道。猜测。楚宪硕说道。可惜你猜错了。仙冰庄主说道。虽然我也未能亲眼所见，可从你楚氏天族的小辈以及他人的谈论中，我也得知是你楚氏天族小辈先找茬，结果却被那楚风教训了。此刻楚宪硕的脸色变得很是难看，涌现出了些许怒色。楚氏天族小辈在进去之前就说过要找楚风麻烦，发生过什么他岂会不清楚？可是仙冰庄主却当着这么多人面把实话说出来，这可就是在打他楚宪硕以及楚氏天族小辈的脸了。毕竟欺辱他人反而被他人欺负，这是一种很丢人的行为。你一家之言，我从何相信？忽然楚宪硕反驳起来，他竟然根本就不承认他楚氏天族小辈会对楚风出手。我这镜珠能够看到狩猎场内的一切。仙冰庄主说道。你看到的又不是我看到的，你说是就是哥。楚宪硕说道。仙冰庄主淡淡的笑了，说道。楚宪硕小友，我知道你心中有气，可你与我争辩没有用，有本事你就进入狩猎场内击败那楚风，不用你说，我也会进去收拾他。这狩猎比试只要我楚宪硕参加，那么第1名就一定是我楚宪硕的。楚宪硕说道。只是这个楚风怕是你未必能胜。仙冰庄主说道。你凭什么断定我不能胜他？楚宪硕剑眉倒竖，很是不悦地问道。只凭他击败了我亲自布置的界灵兽。仙冰庄主说道。你就敢说我不行？楚宪硕问道。仙冰庄主又淡淡的笑了，他没有回答，因为他自己很清楚，他布置这只界灵兽其实就是为了难为楚宪硕的，所以他几乎断定这楚宪硕是无法击败那只界灵兽的。我说过，这楚风曾与我交过手，可是他在我的面前连还手之力都没有。楚宪硕说道。修武是修武，结界之术是结界之术，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仙冰庄主说道。那我就让你知道，哪怕是结界之术，我也能够把他当狗一样按在地上打。楚宪硕说道。老夫只相信我所看到的。仙冰庄主说道。看到这样的仙冰庄主，楚宪硕越发的不悦，他看得出来仙冰庄主很看不起他。可是转念间，楚宪硕又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于是说道。你说的对，你相信你所看到的，我相信大家也都一样。过去发生的事究竟如何，谁都不能轻易下结论，但是即将发生的事，大家倒是可以做个见证。既然你那镜珠能够看到狩猎场内的一切，那不妨你将这镜珠公开，让所有人都看到狩猎场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楚宪硕对仙冰庄主说道。楚宪硕小友，你的意思是想让所有人见证你进入狩猎场之后所发生的事？仙冰庄主问道。怎么做不到吗？楚宪硕挑衅地问道。倒是可以做到，只是我劝你三思而后行。仙冰庄主说道。你是看不起我？很好，你越是看不起我，我越是要让你知道，我楚宪硕的结界之术绝非楚风那种货色可以比拟的。楚宪硕说道。很好，年轻人倒是应该有你这种自信，既然你执意如此，那老夫便成全了你吧。仙冰庄主说话间便开始布置阵法，
他这一出手，顿时风起云涌，耀眼的结界之力很快便形成了一座大阵。这座大阵是以那镜珠为阵眼，所以这座大阵能够看到这狩猎场内的情况，但是只能看到一部分。此刻这大阵所呈现在众人眼前的画面，乃是狩猎场的入口处。我这阵法会追踪你，所以你进入狩猎场内所经历的一切，我辈都可以看到。仙兵庄主说道。而听得此话，在场的所有人也都变得兴奋了起来。他们来此为的就是见证楚宪硕能否获得此次狩猎比试的第1名的，而现在竟然能够有机会看到楚宪硕在狩猎场内所经历的一切，这可是人们之前所不敢想象的。你们在场的所有人就都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看我楚宪硕是如何暴揍那个楚风的。楚宪硕说完此话，便身形一跃，跃入了那狩猎场之中。在这场狩猎比试的最后一日，楚宪硕终于进入了狩猎场内。而此刻，在那狩猎场的入口外，一座巨大的阵法遮蔽着虚空，缓缓流转着。这座阵法散发着淡淡的微光，其中竟然如同湖面一般映射着画面，而那画面正是楚宪硕。这阵法不仅能够捕捉到楚宪硕，还会根据楚宪硕的移动所观察到狩猎场内的其他情况，并且凡是出现在这阵法之内的人们，他们所说的话也会从那阵法之中传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然而气势汹汹的楚宪硕刚刚进入狩猎场便停了下来，因为眼下在这狩猎场的入口处，他楚氏天族的所有小辈竟然都在。这楚氏天族的少爷小姐们怎么都在此处？还有他们身上的那都是什么？根据阵法所映射出的画面，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楚氏天族的小辈们，一个个目露不解之色。你们怎么在这里？身在其中的楚宪硕更是一脸不解。楚宪硕大哥，你可来了，我们就等你了。此刻楚氏天族的众位小辈非常的委屈，尤其女子们竟然都潸然泪下。是楚风。楚宪硕已经猜到楚氏天族小辈这般委屈定然是与楚风有关，就是那楚风。那楚风不仅抢走了我们的界灵骨，还束缚了我们的结界之术，我们现在就如同废人一般，根本就无法在这狩猎场内捕猎。楚宪硕大哥，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楚氏天族众小辈七嘴八舌，不停地向楚宪硕诉苦。此刻楚宪硕已经气得脸色煞白，哪怕他知道他楚氏天族的姐妹被楚风欺凌了，却也没有想到楚风敢做得如此过分。而在楚宪硕生气的时候，狩猎场外围观这一切的人们早就炸开了锅。天哪，竟然敢对楚氏天族的少爷小姐们做这种事，这个人到底是何来路啊？是叫楚风，但是显然不是楚氏天族的人，到底是谁呢？众人猜测纷纷，楚风的背景成了人们所猜测的对象。而狩猎场内猛然间传出了一声咆哮，那是愤怒的咆哮。楚风，你给我等着，我楚宪硕一定要你付出代价。这声咆哮是楚宪硕所发出的，他真的是被楚风所气到了。此刻楚宪硕的身上散发出来的乃是杀气，他不仅是要对楚风那么简单，他是想要杀了楚风，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楚风。我一直在等着你呢。然而楚宪硕话音刚落，楚风的声音便忽然响起。当楚风声音响起之后，楚风的身影也是自不远处浮现，很快的走入了那阵法的画面之中。他便是楚风，竟然如此年轻。当楚风出现之后，狩猎场外围观之人纷纷感到惊讶，因为楚风的样貌当真是年轻，就像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一般。这可能也是因为楚风服用了恶之人身亡的缘故。总之，比楚风之前还要年轻，简直就是逆生长。而根据人们的猜测，楚风的年龄就算不是20多岁，也不会超过50岁。这样的年龄，在修武者的世界来说，可谓相当之小，简直与凡人的幼年相差不多。庄主大人，他便是楚风。红发老者似是有些不敢相信，所以对仙兵庄主请教道：“他就是那个楚风。”仙兵庄主说道：“此子胆子够大，竟敢这般得罪楚氏天族的小辈，只是不知道他能否胜过楚宪硕。”红发老者问道：“他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不喜欢楚宪硕和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所以打心眼里的希望楚风能赢。但是也正因为希望楚风赢，所以他心里也没有底气。哪怕明知道楚风击败了那只界灵兽，可是他也没有底气。当他没有底气的时候，他只得将希望投向了仙兵庄主。毕竟他们的庄主之前应该观察过楚风，我没看到这楚风如何击败那界灵兽的，就算是他碰巧击中了弱点，也没有可能。所以他到底有何本事，我还不得而知。”仙兵庄主说道：“那您先前那么肯定的说楚宪硕不是楚风对手？”红发老者有些无奈，哈哈。仙兵庄主笑了笑，说道：“楚宪硕太狂妄了，但他又是往年狩猎比试的第1名，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与他一较高下的人，老夫还不好好损他一番。”这话是暗中传音，只有那红发老者能听到。而听到这话之后，红发老者则更加无奈了。明明一大把岁数了，却还这般小孩子心性，他们这位高高在上的庄主着实令他无奈。无奈之际，他将目光再度凝聚到那阵法之上。虽然他不知道楚风与楚宪硕交手究竟谁强谁弱，但是他却知道接下来的大战定然精彩。这是不掺杂任何武力与武技，只属于界灵师的一战。狩猎场内，楚风仍在靠近，距离楚宪硕等人已是越来越近，而楚宪硕就那样盯着楚风，目光凌厉，宛如利刃，凶光四射，宛如猛兽。可是面对楚宪硕这样的目光，楚风却是丝毫不惧，反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楚风笑着问道。没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现在跪地求饶，我考虑留你一具全尸。楚宪硕咬牙切齿地说道。我想知道，在这里是谁给你的自信？楚风问道。就凭我之前稍微动用威压，就能让你如同狗一般的趴在地上，对我摇尾乞怜。楚宪硕说道。我承认之前是我败了，我也承认你修为比我强，但是
我却并不觉得我不如你，毕竟你的年龄比我大那么多。若是修为在我之下，你就不用活了，对不对？楚风笑着问道，那种笑容充满了挑衅的意味。混账东西，你可真是不知死活！今日我楚宪硕就要让你知道，我不仅动用武力，能让你日死狗一般趴在地上，我的结界之术也同样可以让你如死狗一般趴在我的面前。楚宪硕说话之间，他的掌心猛然张开，一片金灿灿的光芒便飞掠而出，速度极快，眨眼间已经来到了楚风的近前。那是结界阵法，宛如一片光芒散发而出，璀璨无比。然而，这看似美丽的阵法，实际上蕴含着极强的杀伤力，其所过之处传出丝丝之音，就连空气都被燃烧。这阵法若是击中楚风，楚风怕是会被燃烧致死，化为灰烬。然而，只见楚风手掌轻轻摆动，那迎面而来的光芒阵法便如同雾气一般消散开来。见此一幕，楚宪硕顿时愣在了那里。他显然没有想到自己布置的攻杀阵法，楚风竟挥手之间就破解开来。此刻，楚宪硕的脸色很不好看，因为他觉得很是丢脸。这阵法你是从何学的？楚风对楚宪硕问道。关你屁事！楚宪硕咒骂道。粗俗！楚风鄙视地看了他一眼，说道：你不用紧张，我只是想知道，如此不中用的阵法，你为什么还要修炼？妈的，但敢辱我阵法！楚风，你真是找死！楚宪硕愤怒地咆哮道。找死！哈哈！楚风则为之大笑，说道：好像从一开始你就没打算让我活着出去吧？先前只是试探，现在我就让你去死！楚宪硕再度怒喝一声，与此同时再度凝聚阵法。此刻，楚宪硕周围金芒涌动，风起云涌，强大的气势连其身旁的楚氏天族小辈都被吓得向后退去。这一次，楚宪硕布置阵法的时间比先前要长了不少，所以这座阵法的威力显然也就更强了。然而，眼见着楚宪硕正在布置想要轰杀自己的攻杀阵法，楚风他却是一动不动，面色不改，就好像他在等着楚宪硕来轰杀自己一般。猛然一声巨响，那楚宪硕已经出手了，气息逼人，宛如神虎出笼，欲要抹杀一切。然而那阵法刚刚轰出，便在一声巨响之下破碎开来，强大的涟漪四下飞溅，就连身为布阵者的楚宪硕也是被震得连连倒退。怎么了？发生了何事？狩猎场外，那些修为低下的小辈不明所以。是楚风，有高手说道。楚风，那些小辈更是不解了。事实上，的确是楚风，因为眼下楚风的手掌正对着楚宪硕，是楚风发动的攻击轰碎了楚宪硕刚刚轰出的阵法。只是楚风速度太快了，在楚宪硕刚刚轰出阵法之际，便将其阵法给轰碎，并且楚风的攻击很是隐蔽，甚至许多人连看都不看不到。你这阵法声势不错，可惜还是不中用啊！楚风讽刺地看着楚宪硕，妈的，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楚宪硕气得脸都绿了。然而他并没有认输的打算，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不如楚风，所以接下来楚宪硕连续布置攻杀阵法，向楚风发动攻击。可是每当他的阵法刚刚布置完毕之际，只见楚风手臂轻轻一挥，楚宪硕的阵法便碎裂开来。几次下来，更是将楚宪硕气得怒火喷发，一张小脸已不再绿，而是被气得通红，就好像他的鼻子、眼睛、耳朵，凡是脑袋上带孔的地方，都在喷火冒烟一般。好快的布阵速度，厉害！这楚风厉害啊！而此刻，狩猎场外都看到了二人的对决，一时之间对楚风赞不绝口，因为现在他们都已经知道，楚风所发动的攻击并非寻常的结界之力，实际上也是阵法，否则同为蛇纹级仙袍界灵师，楚风不可能轻易的就击溃楚宪硕的阵法。楚风之所以能够击溃楚宪硕的攻击，只因为他所布置的阵法更强，更强的阵法所布阵的速度却只在一瞬间，这足以证明了楚风与楚宪硕的差距。然而外面的高手虽然看得一清二楚，可是楚宪硕却并不这么认为。此刻楚宪硕气得连汗毛都炸了起来，指着楚风说道：用至宝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凭自己的能力来与我斗！至宝，不知此话怎么讲？楚风有些迷茫地问道。你连阵法都没有布置，就能击溃我的阵法，还敢在这里装糊涂？你明明就是用了某种至宝！楚宪硕说道。至宝？真是笑话！你看不见我布阵，不等于我就没有布阵。楚风说道。少抵赖，有本事你我好好的布置阵法，然后再斗一番。楚宪硕说道。那我倒是要问问，怎么样才算好好的布置阵法？楚风笑着问道。一刻时间限制，你我各自布置一座阵法，但是你不能使用至宝，必须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布置出阵法。你必须用结界阵法来和我斗。楚宪硕说道。我说过我没有使用至宝，但你若不信，我也懒得与你解释。不过你说的条件我可以满足你，你无非就是想看到我布置的阵法罢了，那我就给你布置出一座可以看得见的阵法。但是对付你，我根本无需一刻时间。楚风说话间便开始布置阵法，这一次旁人都能够看到他是如何布阵的，源源不断的结界之力如同泄闸的洪水一般自楚风体内散发而出，很快的一座阵法便汇集而成。这是一座防御阵法，很简单的防御阵法，就是一个金灿灿的球体将楚风护在了当中。从现在开始，你随意布阵，一刻之内，你若能够破开我这阵法，我算你胜。楚风说道。这个楚风好大的口气！楚风此话一出，狩猎场之外顿时又炸开了锅，因为楚风的这番话只透露出了2个字：狂妄。这楚风似乎有些太过狂妄了。红发老者对仙兵庄主说道。可以说是狂妄，但也可以说是自信吧。相比于红发老者，仙兵庄主倒是非常淡定。红发老者叹息一声，
他是觉得楚风大意了，因为楚宪硕能够连续9次获得这狩猎比试的第1名，的确是因为他有着过人之处的。别急，楚风此举对于楚宪硕来说可以说是一种侮辱，楚宪硕会不会应还是两说。仙兵庄主说道：“对啊，以楚宪硕的脾气，绝对不会答应。”还是庄主英明。听得仙兵庄主的话后，红发老者才面色转喜。楚宪硕是什么人？那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人，对于此等侮辱，他当然不会答应。这话是你说的，可别说我欺负你。然而在沉默片刻后，楚宪硕竟然说出此话。他此话一出，使人们顿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面对楚风这羞辱性的提议，楚宪硕他竟然应了。此刻人们才知道，楚宪硕原来也可以这般无耻。为了要胜楚风，哪怕明知道楚风是在羞辱他，他竟然也可以答应。他简直毫无底线。一时之间，人们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我楚风说话算话，你现在便开始吧。记住，你只有1刻时间。楚风说道。1刻足矣。楚风，你将为你的狂妄自大而付出代价。你给本少爷站在那里，等死吧。楚宪硕也不怠慢，说话间便开始布置阵法。而楚宪硕这一布阵，竟然就足足用了1刻的时间。1刻的时间可以说是楚风布阵时间的10几倍还要多。而如此时间内，楚宪硕所布置的这座阵法也是声势非凡。这是一把长枪，这枪只有3米长，可是这3米长的长枪阵法却是非同小可，不仅金芒闪闪，其所散发的气息更是异常的强悍。它横在虚空之上，能够荡出道道涟漪，涟漪扩散，就连虚空都在颤抖。楚宪硕的这座攻杀阵法声势逼人，霸气非凡，而再看楚风的那座防御阵法，可就只能说是简陋的不能再简陋了。两者相比，简直天差的别。完了，这下楚风完了。这一刻，红发老者暗叫不好。身为界灵师的他，能够看得出来，楚风那座阵法根本就挡不住楚宪硕这座阵法的攻击。这一战，楚风是要败。阵法布置完毕，楚宪硕却并未立刻出手，就好像在故意向世人展示他这阵法的厉害一般。他的脸上挂满利奥得意之色，就好像胜负已定，而他便是胜者。可是当他将那得意洋洋的目光投向楚风之际，却不由一愣，眼中涌现出了不解之色。他惊愕地发现，此刻的楚风脸上竟然没有一丝惊恐，相反，楚风的嘴角还挂着一抹笑意。楚风竟然在笑，他不仅在笑，并且笑得还非常的讽刺。楚风竟然在讽刺他，你笑什么？楚宪硕愤怒地问道。我笑你，用了1刻时间，却只布置出了这样的阵法，真是没用。楚风说道。是谁给你的胆子，敢说出这种话的？楚宪硕气得双眼通红，就跟要吃人一样。事实上，不仅楚宪硕愤怒，那狩猎场内或是狩猎场外围观的人也都是感到震惊。让他们震惊的是，楚风怎么能够说得出这样的话？二者的阵法相差极大，哪怕是那些高手来看，也看得出来是楚宪硕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个楚风也是一个狂妄自大之辈，是我走眼了。红发老者失望地摇了摇头。本来因为楚风敢与楚氏天族小辈为敌，他很看好楚风，但是现在楚风这般狂妄，倒是让他有些不喜。可是相比于红发老者以及在场的众人，那仙兵庄主却是平静得很，并且在他的嘴角始终挂着那抹淡淡的笑意。楚风，我再问你，是谁给你胆子说出这种话的？你凭什么觉得你那破烂阵法能与我这神枪长龙阵相比？楚宪硕见楚风并未回答，愤怒的他竟然主动追问起来。他很清楚此刻发生的一切，不仅狩猎场内的人看得到，狩猎场外的人也看得到，所以他要让楚风输个明明白白，让楚风输得很惨。我说什么话不要紧，重要的是要看事实如何说话。楚风说道。事实说话，好，我就成全了你。楚宪硕大喝一声，那道长枪便化作一道金光，笔直地向楚风攻了过去。他这一动不仅威势冲天，竟然还发出一声龙吼，就仿佛这把长枪真的是一条神龙所化。而几乎在那长枪动的一刻，所有人便都觉得楚风完了，没人觉得楚风那座防御阵法能够挡得下楚宪硕的这个神龙长枪阵。然而当下一刻，那长枪击中楚风的防御阵法之际，楚风的防御阵法竟然丝毫未损，只是微微地颤动了一下，竟然挡下了。众人皆是目瞪口呆，就连那红发老者也不例外。唯有那仙兵庄主面色不改，就仿佛这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你这长枪果然很弱，楚风说道。哼，别以为你这样就算赢了，接下来让你见识一下我这阵法真正厉害的地方。楚宪硕说话间，双手法诀已然变化，下一刻那顶在了楚风那防御阵法之上的长枪竟然旋转起来。这一刻光芒四射，轰鸣刺耳，就连楚风的那座防御阵法也是不断的颤动着。而这方大地更是如同地震一般，哪怕众位修武者也是摇摇欲坠，难以站稳。此刻狩猎场外的众人都暗暗称赞楚宪硕，称赞他考虑周到。因为楚宪硕的这座阵法与其说是攻杀阵法，倒更不如说是一座破阵之法。这座阵法就是专门用来破开防御大阵的。终于楚风那座阵法剧烈一颤，那把长枪已经穿透了楚风的防御阵法，虽然已经穿透而过，有一部分已经进入了阵法之中，但是那长枪却并没有立刻刺到楚风，他前行的速度很慢，仍在被楚风的阵法所阻拦。只有1/5的部分进入了楚风的防御阵法之中。这楚风在结界之术上的本领绝对是在楚宪硕之上，只是可惜他太自负，因此而败，也是咎由自取啊。此刻人们都已经认定楚风输定了。狩猎场外的众人，有人替楚风感到可惜，也有人觉得楚风是咎由自取。楚风，胜负已分，你不要做无用的抵抗了，你已经输了。楚宪硕说道。此刻楚宪硕的脸上布满利奥得意之色，在他看来，
既然他已经攻破了楚风的防御阵法，那么接下来就一定可以彻底将其击溃。楚风现在所做的抵抗根本就是多此一举，胜负已分，是他楚宪硕赢了，的确胜负已分，但是显然输的不是我，而是你啊！楚风摊手说道。楚风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莫非是疯了不成？此刻还不待楚宪硕说什么，其他人便非常不解了。楚风的防御阵法都被破开了，竟然还说出这种话，除了是楚风疯了，人们想不出其他理由。楚风，我想不到你如此无耻，竟然连自己都骗，明明已是败局，竟还要逞强，说自己是胜者。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我楚宪硕就让你死得其所。楚宪硕说话之间，手上的法诀再度变化，他显然是要加强阵法的力度，是要击杀楚风。破！猛然间，楚宪硕大喝一声，双臂前推，其手上的法诀竟然散发耀眼光华。与此同时，那长枪的光芒也是大盛。可是此刻，那一直在旋转前行的长枪却是不动了，这怎么回事？狩猎场内外，凡是见到这一幕者，无一不是大惊，不有意外，那便是两个人，一个是楚风，另一个是仙兵庄主。破！楚宪硕似是不信邪，再度大喝一声，可是这一次依旧没有反应。此刻，楚宪硕目瞪口呆，一脸的不知所措，就好像他已经无法操作自己所布置的阵法了一般，真是愚蠢。楚风摇了摇头，你说什么？楚宪硕愤怒质问。我说你实在愚蠢，哪怕到现在你也没有搞清楚状况。既然你搞不清楚，就让我来告诉你吧，我这阵法根本就没有被你的长枪击破。楚风说道。少抵赖，我那长枪已经洞穿了你这阵法，你还敢狡辩？楚宪硕说道。是我催动防御阵法，主动放你的长枪进来的，而不是你的长枪破开我的阵法，自行攻进来的。楚风说道。放屁！你就算是不想认输，也麻烦你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用这样一个理由，你是当我们是傻子不成？楚宪硕说道。楚宪硕大哥说得很对，楚风，你实在太无耻了，明明阵法已被我楚宪硕大哥击破，竟然还说是你自己弄的，你简直太不要脸。与此同时，楚氏天族在场的小辈也都纷纷斥责楚风，果然与你们这群愚蠢之人解释是解释不清的。既然如此，那我楚风还是让事实说话，而你们就都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楚风说话间，单手张开，随后手掌猛然握紧，下一刻只听咔嚓一声，楚宪硕所布置的长枪阵法竟然截断开来，而当那长枪被截断之后，便立刻化作金灿灿的结界之力，消散在半空之中。然而与此同时，楚风那被长枪所穿透的阵法也是立刻愈合，完好无出。见此一幕，楚氏天族众小辈以及狩猎场外的众位高手皆是大吃一惊，哪怕狩猎场外的高手也是目瞪口呆，满脸的惊讶。直到此刻，他们才终于明白了一切。原来楚风这防御阵法虽然看着很弱，实际上却非常之强，远在楚宪硕的阵法之上。想一想，一个防御阵法却能够轻易的粉碎破阵之法，这就可以看出楚风这防御阵法的厉害。而之前他们都被楚风给骗了，这楚风好是厉害，竟然连我们都被欺骗了。狩猎场外，众位高手感叹连连，虽然只是看到外观，感受不到阵法的力量，他们被骗也是正常，但是他们却很自信，只用双眼就能看穿楚风与楚宪硕这结界阵法的强弱。然而直到此刻，他们才终于知道，并非楚风狂妄自大，倒是他们自信过头了。楚宪硕，你看到了吗？这所谓的神龙长枪阵，在我这防御阵法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试问，你还认为你这神龙长枪阵能够击破我这防御阵法吗？楚风笑眯眯地问道。楚宪硕脸色铁青，似是想要说些什么，可是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两座阵法如此悬殊的力量面前，他也是找不到为自己辩解的理由。盛怒之下，他竟然倒退数步，随后嘴巴一张，只听突的一声，一大口鲜血竟吐了出来。这楚宪硕竟被楚风给硬生生的气到吐血。楚宪硕大哥，见此一幕，楚氏天族的众位小辈可都吓坏了，一个个的赶忙将楚宪硕围住，纷纷取出疗伤的药给楚宪硕服用。然而楚宪硕不仅不服药，反而不理会众人，这样的楚宪硕则让楚氏天族的众位小辈更加慌了。可忽然之间，楚宪硕那原本僵住的脸上竟然掀起了一抹笑意，下一刻楚宪硕疯狂的大笑起来，那笑声不仅刺耳，还很恐怖，尤其是配上此刻楚宪硕那狰狞的脸孔，着实是让人感到恐惧。楚风，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赢了？我告诉你，你想多了。我楚宪硕与你交手到现在还未施展全力，但你既然这般咄咄相逼，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楚宪硕真正的实力。楚宪硕说话间，掌心自乾坤带划过，下一刻他的掌心之上出现了一把丹药，这丹药如同金子打造一般，但其中却布满纹路，如同活物一般顺着丹药攀爬游走，就仿佛那每一颗丹药都是一个世界，世界之中蕴藏着诸多生命体一般，那是结界禁药。看到楚宪硕手中的丹药，狩猎场外的众高手皆是目光一动。身为结界之术的高手，他们都知道楚宪硕手中的丹药是何物，那是能够增强结界之力的丹药，但之所以被誉为结界禁药，是因为服用这丹药之后会受到反噬。而此刻楚宪硕握在手中的结界禁药品质非凡，想不到楚宪硕竟然被逼到了这步田地。此刻狩猎场外的许多人纷纷摇头，叹息之声响彻开来。使用结界禁药，就算是赢了，楚宪硕也是胜之不武。但是楚宪硕显然已经不在意这些了，因为他一定要赢，哪怕不择手段也要赢。其实他很清楚，服用结界禁药的确胜之不武，可是有谁敢说他胜之不武？若是他真的输给楚风，那才叫丢人，不仅让世人耻笑，回到楚氏天族更是会被同辈耻笑。他的家人在长辈面前
也会抬不起头，所以他一定要赢，不惜一切代价，他都要胜过楚风。想到此处，楚宪硕便大嘴一张，竟将手中的禁药全部服下了。显然，他也是知道楚风不好对付，所以这一次他要施展全力。结界禁药入体之后，楚宪硕的身上便散发出金色的光芒，那并非结界之力，而是单纯的因结界禁药而产生的变化。下一刻，楚宪硕便开始布置阵法。这阵法，难怪楚宪硕说他还未施展全力，原来他所指的全力，并非只是服用结界禁药，而是因为这座阵法。红发老者眉头紧皱，他已经看穿了楚宪硕的意图。眼下，楚宪硕所布置的结界阵法非常的厉害，正因为这阵法厉害，所以才导致楚宪硕必须服用结界禁药，才能布置得出这座阵法。现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楚宪硕眼下布置的阵法将是他最后的杀招。可是，楚风却站在原地，如同旁观者一般，看着楚宪硕布置阵法，根本就没有出手阻拦的意思。终于，楚宪硕的阵法布置成功，此刻他的肉身与那阵法融为一体，他便是阵法的阵眼。这是一把大剑，高达100余米的大剑，而楚宪硕就在这大剑之中。这阵法太厉害了，楚宪硕大哥赢定了！身在狩猎场内，楚氏天族的众位小辈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把结界大剑的厉害。事实上，此刻楚宪硕所布置的结界大阵也的确非常之强，至少比那把长枪要强大100倍不止。可是，哪怕如此，楚风的脸上却也没有一丝恐惧之色。楚风很是平静，他平静地看着楚宪硕，说道：“这便是你施展全力所布置的阵法，正是你可做好了受死的准备？”楚宪硕问道。楚风淡淡一笑，说道：“如果你施展全力所布置的阵法只有这种水平的话，那么不好意思，我只能说你还不配让我楚风施展全力，你找死！”楚宪硕大喝一声，他便与那把大剑阵法一同拔空而起，向楚风飞刺而来。然而，楚风却站在原地，没有一丝胆怯之意。可是，在他的眼中却充斥着一种目光，自信。一声巨响传来，楚宪硕的那把大剑已经刺在了楚风的防御阵法之上，强大的力道顿时荡起了一股涟漪，涟漪如飓风般横扫开来，将楚氏天族众小辈以及其他围观之人都是吹得连滚带爬，更有甚至竟被那涟漪震得口吐鲜血，身负重创。然而，在那大剑如此凶猛的攻势之下，楚风的防御阵法却依然完好无损，任凭这把大剑威力如此之强，可却也无法刺穿楚风的防御阵法。见此一幕，楚宪硕顿时神色一滞，在他的眼中充满了惊讶之色。不仅是狩猎场内外见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都是非常的惊讶，若是连楚宪硕服用结界禁药之后所布置的强大阵法都无法攻破楚风这座防御阵法的话，那么楚风这座防御阵法究竟有多强？你我之间也是时候做个了断了。就在众人震惊之际，楚风却是对楚宪硕开口了。说这话的时候，楚风是看着楚宪硕说的，而如此距离之下，楚宪硕能够清晰的从楚风的目光中看到2个字：藐视。你这混账！眼见楚风竟敢这般藐视自己，楚宪硕气得肺都要炸了，他大喝一声，便想再度对楚风发动进攻。可就在此时，楚风的眼眸之中却闪烁出特殊的光芒。与此同时，楚风的双掌叠加在一起，捏着法印，随后大喝一声：“破！”下一刻，一声巨响传来，楚风那防御阵法便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那力量之间，哪怕楚宪硕所布置的那把结界大剑，也是在顷刻之间寸寸崩裂，最终粉碎开来。与此同时，楚宪硕也是被轰飞出去，落地之时已然浑身是血。楚宪硕他已然身负重创，就连气息也是变得非常虚弱。不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不相信我会败给你。虽然已然身负重创，但是楚宪硕的情绪却很不稳定。他不相信自己竟然真的败了，败得如此彻底。我知道你很不服气，没关系，我会让你服气的。本来面对你，我是真的不想施展全力，因为你真的不配。但是今日我就破例一次，我要让你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楚风说话之间，已经取消了身前的那座防御阵法，他开始重新布置一座阵法。这一次，楚风布阵所用的时间比之前稍微长了一点点，但也只是一点点而已。相比于楚宪硕布阵的时间，楚风布阵的时间可谓非常的短。终于，光芒闪烁之间，一座磅礴的阵法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前。这阵法大概100米大小，光芒闪闪，似是一只巨型的蛋。忽然，一声怪响传来，下一刻，这个阵法便猛然打开。当那座阵法开启之后，顿时嘶吼连连，震得地动山摇。与此同时，无数道光影开始自阵法之中飞掠而出，冲向天际。那光影起初很小，如同雨点一般，可是到达半空却急速变大，眨眼之间竟全部化作了100米之大的庞然大物。那原来那光电全部都是猛兽，他们身穿铠甲，凶神恶煞，并且气息也是非常的浑厚与强大。他们每一只的气息皆在楚宪硕精心布置的那座结界大剑之上。最重要的是，这样强横的巨兽竟然有着数以万计，他们此刻整齐地站在天际之上，化作了一支巨兽大军，遮天蔽日，甚是吓人。看到这样的巨兽，楚氏天族的小辈皆是吓得瑟瑟发抖，一个个的连头都不敢抬。莫说女子哭天抹泪，就连不少男子都被吓哭了。事实上，不仅仅是他们害怕了，此刻就连楚宪硕的眼中也涌现出了恐惧的目光。他不再说话了，因为那些巨兽皆是杀气腾腾，并且那杀意的目光皆是凝聚在他的身上。楚宪硕是怕了，他真的害怕楚风会在这里杀了他。天哪，这楚风怎么会如此之强，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布置出如此厉害的阵法？这才是真正的攻杀大阵。如此厉害的阵法，
他竟能如此轻易地布置而出。结界天才，这是一位修炼结界之术的天才，这样的天才万年难遇，不是万年，而是10万年。这样的天才，怕是10万年内也是难遇一个。此刻，狩猎场外早已经彻底炸开了锅，小贝为之震惊，眼中充满崇拜之色；高手们则为之惊叹，眼中充满了惊讶。事到如今，他们才终于知道楚风的实力究竟有多强。首先，楚宪硕的结界之术在蛇纹级仙袍界灵师中绝对不是弱的，否则他也不能连续9次获得这狩猎比试的第1名。而同为蛇纹级仙袍界灵师，楚宪硕服用结界禁药才能布置而出的强大阵法，却不敌楚风随意布置的阵法，二者之间的实力差距已经不言而喻，实在是太大了。而正是这样的差距，才让人们意识到楚风在结界之术方面的强横。毕竟从年龄上来看，楚风也要比楚宪硕要小得多。庄主大人，莫非这楚风？红发老者看向了仙冰山庄的庄主，如你所想，楚风的结界之术已经站在了蛇纹级仙袍界灵师的巅峰，此只差一线就将成为龙纹级仙袍界灵师。仙冰庄主说道。龙纹级仙袍界灵师，一个如此年轻的龙纹级仙袍界灵师，怕是整个大千上界也从未出现过吧？红发老者也是一脸惊讶。龙纹级仙袍界灵师在大千上界这种地方并不稀奇，可是如同楚风这般年轻的龙纹级仙袍界灵师却是从未出现过。若是楚风真的能够成为龙纹级仙袍界灵师，那对于整个大千上界来说都将是一个震撼性的大事件。想不到这楚风竟是这等天才，难怪他如此自信。红发老者已经改口了，他不再觉得楚风是狂妄自大，而是觉得楚风是自信。自信的确是自信，楚风若不是自信，能够压制楚宪硕，也的确不会这般放任他使用各种手段。哈哈，你呀还是太嫩。看着此刻一脸尴尬的红发老者，仙冰庄主不由得笑了起来。看来庄主大人早就发现了这一点，难怪您如此波澜不惊。红发老者说道。仙冰庄主并未回答，而是再度豪放地笑了笑，而他这样得意的笑容却也间接地承认了红发老者所说是对的，还是庄主大人慧眼识珠，竟然只用看的就能看出这楚风的结界之术水平，属下着实佩服。但是庄主大人，您这毛病还是没改，还是这般喜欢戏弄属下，喜欢看属下出糗。红发老者有些埋怨地说道。他自然埋怨，若是仙冰庄主早点告诉他楚风的结界之术有多强横，他也不至于在那里瞎担心了。看来今年这场狩猎比试大局已定，这楚宪硕也是够倒霉的，竟然在今年遇到了这个楚风。红发老者虽然嘴上同情楚宪硕，可是他的脸上却分明挂着喜悦之色，根本就没有同情的意思。这也正常，他那么反感楚宪硕，自然因为楚宪硕被楚风击败而感到高兴。但是话说回来，楚宪硕也的确倒霉，连续9次获得狩猎比试的第1名，而这一次受年龄所限，将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狩猎比试。此次再度获得第1名，那他就是连续10次获得狩猎比试之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这将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辉煌的印记。可是就在他即将功成名就之际，却遭遇了楚风，功亏一篑，着实够惨。在楚宪硕都被楚风击败之后，这场狩猎比试便没有了悬念，楚风稳稳地获得了第1名。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楚风束缚了楚氏天族众小辈的力量，楚宪硕又被楚风打成了重创，所以今年这场狩猎比试，这前100名中没有一个是楚氏天族之人。今年楚氏天族来了这么多小辈，全都空手而归，着实丢人。可是他们却也没有任何办法，谁让他们遇到了楚风这个无法无天的煞星呢？楚风已经主宰了狩猎场，楚风不想让他们拿到名次，他们就无法拿到名次。终于狩猎比试时限已经到了，狩猎场强制将其中的人全部送出来。这一刻，狩猎场的大门开始扩大，变得比先前大了100倍不止。光芒大盛之间，楚风等人便开始不断的自那狩猎场内飞掠而出。当楚风从狩猎场内飞出来之际，人群之中传来了一声欢呼。很快的，越来越多的人欢呼起来，他们都在欢呼着楚风的名字。人们都很激动，因为终于有人终结了楚宪硕这个不败的存在。但是他们更激动的是，在小辈之中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结界天才，这是属于小辈的荣耀，他们怎能不高兴？都给我闭嘴！本少爷败了，你们就这么高兴吗？可猛然之间，一声怒喝响起，那响彻天地的欢呼声也是在此刻戛然而止。没有人敢再发出欢呼的声音，甚至许多胆小之人都不敢再抬头，更有甚者吓得瑟瑟发抖，转身便走。之所以如此，只因为那位怒喝之人乃是楚宪硕。此刻楚宪硕身上的鲜血已经不见，气息也是恢复如初。他之前被楚风用结界之术所重创的伤已经痊愈了，但是此刻楚宪硕的脸色却很不好看。他剑眉倒竖，怒目瞪圆，咬牙切齿，双拳紧握，他的脸上仿佛写着2个大字：愤怒。此刻楚宪硕拔空而起，站在虚空之上，如同神灵一般审视着下方的众人，目光之中充满了杀意。我算看出来了，我楚宪硕败了，你们都很高兴，而这楚风成为了你们心目中的英雄，所以你们才会这般。但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多了，这楚风永远也不可能胜过我楚宪硕。他在我面前只是一条狗，除了使用至宝在狩猎场内耍手段之外，他什么都不是。今日我就让你们知道，我与这楚风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你们心目中的英雄，若是离开狩猎场，将是不堪一击。楚宪硕话到此处，猛然一掌轰出，顿时武力涌动，如同天灾降临一般，化作一只巨手，正对着楚风所在的位置便轰了过去。
这只武力所化的巨手面积不小，足有100米之大，从天而降，就如同一座小山落了下来。此掌若是落地，不止楚风一人遇难，那在楚风周围的人也都要遭殃。从此也看得出来，这楚仙硕真的怒了，愤怒到要滥杀无辜，一些心头之恨。然而就在那武力手掌即将落下之际，却是忽然消散开来，没有任何预兆。见此一幕，楚仙硕顿时眉头一皱，大喝一声：“是谁？”楚仙硕非常的霸道，在他看来，那个阻拦他出手的人也是该死，是老夫所为。就在此刻，仙冰庄主笑眯眯的开口了。见是仙冰庄主，楚仙硕的目光也是有所变化。若是其他人，他大可以直接动怒，可是仙冰庄主在整个大千上界也是有着一些地位的人，哪怕他是楚氏天族的小辈，却也奈何不得人家。所以楚仙硕只能收敛了一下情绪，问道：“仙冰庄主，你为何阻我杀他？这是我仙冰山庄的地盘，老夫岂能容你随意杀人？”仙冰庄主说道：“我与这楚风有私人恩怨，我找他报仇，你也要阻拦？”楚仙硕问道：“我不管你与这楚风有何私人恩怨，可是在我仙冰山庄的地盘，我不允许你杀他，也不允许你对他动手。”仙冰庄主说道：“你是要与我楚氏天族为敌？”楚仙硕问道。仙冰庄主放声大笑，他笑了好一会，天地之间只有他的笑声，那笑声响亮，笑得在场之人皆是心神不安。毕竟仙冰庄主的确不是一个好惹的主，这可是一位武仙境的强者。过了好一会后，仙冰庄主才收起了笑声，可是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凌厉，他看着楚仙硕，一字一句地说道：“你能代表楚氏天族吗？”楚仙硕不知如何回答，他只是楚氏天族的一个小辈，只能仗着楚氏天族的名头肆意妄为，但是他自然无法代表楚氏天族。但你能够代表楚氏天族了，再与老夫说这种话。至于现在，请你离开，我仙冰山庄不欢迎你。”仙冰庄主挥手说道，他竟然直接驱赶楚仙硕离开。此刻楚仙硕的脸色很是难看，身为楚氏天族的少爷，他何时被人这般驱赶过？可是就算很不爽，他也不能如何。他也知道这位仙冰庄主本就是一个古怪的老头，这种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他惹不起。但是他又不能就此作罢，否则他楚仙硕的脸算是丢尽了。想到此处，他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说道：“楚风，你可敢与我一战？这未免太可笑了吧！一个堂堂4品真仙，问一个2品真仙，是否敢与他一战？”楚仙硕，你这不是明摆着要欺负人吗？还是说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威风？仙冰庄主说道。此刻虽然没有人敢附和，可是众人却暗自赞同仙冰庄主的说法。楚仙硕的年龄比楚风大太多了，这样的年龄差距，就算他比楚风的修为高出2品境界，其实也并不算什么。但是他现在明知道自己修为比楚风高，却还要逼迫楚风与他交手，这可就是以大欺小，实在可耻。楚风，我再问你敢不敢？然而楚仙硕却不理会仙冰庄主，再度对楚风发问。他今日必须战胜楚风，否则颜面无存，回到楚氏天族内将无法见人。我再说一次，请你离开。可还不待楚风开口，仙冰庄主便再度开口了，并且这一次他的语气虽然平淡，可是那声音却宛如惊雷一般，在天际回荡着，并且在其开口之际，一股磅礴的威压也是横扫开来，那威压弥漫这方天地。虽然这威压没有针对任何人，但是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那威压的恐怖。威压虽是无形，可却如同一座巨山压在众人头顶，仿佛下一刻只要它落下，就会将众人碾压致死。那是一种致命的气息，只要那仙冰庄主一个念头，那么在场的人都要在顷刻之间粉身碎骨，化为灰烬，没有人可以生还。身在此地，仙冰庄主就如同神灵一般，他一念之间便可取众人性命，这便是实力的差距，这便是武仙境的高手。此刻楚风的目光也在凝视着这位仙冰庄主，他从旁人的议论声中已然得知了仙冰庄主的修为，这是一位武仙境的高手，刚刚突破，现如今修为已达5品武仙，这便是仙冰庄主的修为，这是一个在大千上界也可以横着走的境界，可以说他是站在大千上界最巅峰的强者，这是一位真正的大人物。很好，今日之事我会铭记于心。楚仙硕此刻气得咬牙切齿，可是他也不敢如何，留下这句狠话，又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便准备转身离去。这一刻，人们都觉得楚仙硕是闹不起来了。既然仙冰庄主要保楚风，楚仙硕自然是不敢如何的。莫说是楚仙硕了，以仙冰庄主的实力和以往的作风，就算是楚氏天族之内的高手，若是实力不济者，怕是也奈何不得楚风。等一下，可就在楚仙硕将要离开之际，楚风却是忽然开口说道：“对于你的挑战，我楚风应了。”啥？应了？我没听错吧？这楚风竟然应了？他怎么敢应？他怕是疯了吧？见楚风竟然应下了楚仙硕的挑战，在场之人一个个的惊讶不已。楚风的修为是2品真仙，可是楚仙硕则是4品真仙，楚风凭什么与楚仙硕斗？楚风小友，楚仙硕所说的对决可是武力对决，而不是借灵之术对决。你确定你没听错？此刻倒是那位红发老者开口了，多谢前辈好心提醒，可是晚辈并未听错，明白楚仙硕的意思。楚风笑着对红发老者抱了抱拳，楚风小友，好胆量，看在你如此胆量的份上，老夫愿意为你布置一阵。这阵法能让你在短时间之内将修为提升到4品真仙境，这样一来，这场对决也就公平了。此刻仙冰庄主开口说道：“对，这样一来便公平了。看来仙冰庄主是铁了心要帮这个楚风了，竟然要为其布置提升修为的阵法。”仙冰庄主
亲自布阵，这可是我们的福气。毕竟仙兵庄主真正强大的乃是戒灵之术，他可是在我大千上界也少见的龙纹级尊袍戒灵师啊！在仙兵庄主开口之后，许多人的眼中都绽放出了别样的光芒。毕竟这可不是仙袍戒灵师，而是尊袍。尊袍那可是完全凌驾于仙袍之上的境界，而龙纹级尊袍戒灵师更是尊袍戒灵师的最高境界。今日有幸能够看到一位龙纹级尊袍戒灵师布置阵法，这乃是他们的荣幸，因为这可不是平日里想见就能见到的。可恶，在众人喜悦之际，楚宪硕可就很是不爽了。他倒不是害怕楚风，相反，他对自己的武力修为有着绝对的自信，所以就算仙兵庄主用结界阵法帮助楚风提升了修为，可他却也并不惧怕楚风。但是仙兵庄主这样帮助楚风，让他很是不爽，毕竟这分明就是在与他对着干。多谢庄主大人好意，但是真的不必了。然而就在此时，楚风却是再度开口了。此话一出，犹如惊雷响起，顿时又让众人一惊。楚风他竟然拒绝了仙兵庄主的好意。楚风小友，莫非你是要以2品真仙的境界与楚宪硕4品真仙的修为一战？仙兵庄主问道。正是，楚风说道。此话一出，在场的不少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楚风的结界之术的确很强，他狂妄自大，也可以说是自信。可是修为这个东西，同等境界之下都有强弱之分，若是差着1重修为，那更是无法弥补的差距。更何况楚风与楚宪硕差着2重修为，这样的大的差距，楚风乃是毫无胜算。人们实在想不通，楚风是怎么来的自信，竟然还敢这般狂妄自大。与其说是狂妄，更不如说是找死。楚风小友，你可不要不识好歹，我家庄主大人这是为你好。此刻仙兵山庄的那位红发老者剑眉倒竖，很是不悦地说道。在他看来，楚风此举当真是不识好歹了。可相比于红发老者的不悦，那仙兵庄主却淡淡一笑，说道：既然楚风小友要用真实修为与楚宪硕少爷一战，那我们应当遵从他的意愿，毕竟这一战本就属于你们的私人恩怨。但是楚风小友，有一句话老夫可要说在前头，这是你们的私人恩怨，你若是不应，那么在老夫的地头上，我应当护你周全，这是身为仙兵山庄庄主的职责，也是仙兵山庄多年流传下来的规矩。但是你既然应了，那么这场私人恩怨便只能由你们自己解决了。若是你不敌楚宪硕，哪怕他要杀了你，老夫也不会管。仙兵庄主笑着对楚风说道。此刻楚风心中知晓，这个仙兵庄主可比那个红发老者要狠辣得多，这与其人品无关，而是其行事的风格就是如此。在楚风看来，仙兵庄主先前开口要用阵法帮其提升修为，这一定是真心话，他说得出便做得到。所以此刻仙兵庄主说，若是楚风败了，楚宪硕要杀楚风，他不会出手，这也一定是真心话。同样是说得出便做得到。可是明知如此，楚风却也是面无惧色，反而是再度抬手向仙兵庄主抱了抱拳，说道：前辈好意，晚辈明白。此话说完，楚风立刻神色变化，他的眼中更是雷芒闪烁。与此同时，在他的额头之上也是出现了一个神字的纹路。这一刻，楚风的气息已是从2品真仙提升到了3品真仙。不仅如此，此刻天际之上更是乌云密布，雷霆涌动，而那雷霆非常的恐怖，如万龙奔腾。若是单用肉眼来看，那雷霆与先前从天降的9色天雷非常之像。天哪，这楚风他额头之上的雷纹竟是神字，好可怕的雷纹，竟然硬生生提升了1品修为，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雷纹。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神级雷纹？这楚风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这样看来，先前那从天降的天雷岂不是就是这楚风所引起的？这一刻，在场之人顿时大惊，一个个的都无法淡定了。此刻就连他们看向楚风的目光都变了。这里是大千上界，关于神罚玄功的传说，不少人都听说过，而楚风此刻所展现出的神级雷纹，则让所有人都想起了那个传说中的神罚玄功。楚宪硕大哥，那楚风的雷纹怎么是神字？还有他的雷纹怎么能够提升1品修为？就连引起异象也是这么的诡异。楚氏天族的小辈们慌了，正因为掌握天级血脉，他们才更加惊慌，因为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楚风这般强横的雷纹。宪硕大哥，这楚风的雷纹该不会真是传说中的神级雷纹吧？这楚风他该不会真的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吧？惊慌之际，楚氏天族的众位小辈不停地向楚宪硕暗中传音，以求答案。他们很害怕楚风真的修炼了神罚玄功，因为那样一来，就说明楚风的天赋远非他们可比。正因为怕，他们才不停地向楚宪硕问。他们还抱有一丝希望楚宪硕否定了他们的猜测。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楚宪硕自己也慌了。你们问我，我去问谁？都给我闭嘴！楚宪硕这句话可不是暗中传音，而是真正的怒喝。所以他的这句话，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在场的许多人都是老谋深算之辈，是活了几千年的人精，他们都看得出来，楚宪硕以及楚氏天族的小辈是慌了。这很正常，不慌才怪。毕竟神罚玄功非同小可，那是传说中的存在。庄主大人，这个楚风该不会真的修炼了神罚玄功吧？就连红发老者也是对仙兵庄主问道。而他这一开口，在场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仙兵庄主，他们心中都已经有了猜测，可是他们却还是想要确定一下自己的猜测是否是正确的。而仙兵庄主是在场之人中实力最强、身份最高者，所以他的话也最为可信。楚风小友额头上的神字就那样摆在那里，这答案还用问吗？仙兵庄主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人群再度沸腾了，
坚冰庄主这一句话就足以证明楚风修炼的就是传说中的神罚玄功。此刻，人们看向楚风的目光越发的复杂起来。他们此刻才意识到，站在他们面前的很可能是一位绝世奇才。不是可能，这是一定。站在他们面前的一定是一位绝世奇才。这是一个妖孽啊，一个真正的妖孽。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那他便是妖孽。毕竟神罚玄功可不是谁都能够修炼的，寻常的天才和妖孽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在大千上界，天才数不胜数，可是妖孽级的天才就那么几个。眼前在他们的面前就有一个妖孽级的天才，他们怎能不惊？毕竟妖孽级的天才很有可能成长为一代绝世强者，而他所经历的一切都将成为传说，在后人之中代代流传，而他们也有可能成为传说的见证者，又怎能不喜？你是哪个天族的？这神罚玄功是从何人传授于你？就在此刻，楚宪硕开口了。当楚风展现出神罚玄功之后，他也不得不正视楚风，甚至就连他的语气都变了。我是哪个天族的，以及我这神罚玄功是何人传授于我的，与你都没有半点关系。楚风说道。好是狂妄，你不要以为你修炼了神罚玄功就已经天下无敌，只凭借你现在的实力，你依然无法与我抗衡。楚宪硕说道。你想多了，我楚风应下此战可不是为了与你抗衡的。楚风说道。那你是为了什么？楚宪硕也是有些迷茫了。倘若楚风应战并不是为了与其一战，那他实在想不出楚风应战的理由。莫非楚风是有受虐的倾向，还想如同先前一般被自己的威压压迫在地上，如同死狗一般一动都不能动？然而就在楚宪硕猜测不断之时，楚风却是再度开口。我应下此战是要击败你。楚风此话一出，人群又是议论纷纷。尽管楚风修炼神罚玄功着实令人震惊，可是哪怕神罚玄功的确逆天，能够让楚风修为从2品真仙提升到3品真仙，但是与楚宪硕相比却依然差着一重境界。楚风竟然说要击败楚宪硕，人们仍然不看好楚风。